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小开箱机和一个是 OPPO Reno 这台机器，还有就是刚刚从线下买过来的还热乎着的这个 P30 Pro。OK， 这两个机器呢，我们在现场呢都已经做过上手了，尤其是 OPPO 的 P30 系列啊，都非常详细，连那个数据啊什么全部都有了啊。但是这个新机拿到手啊，总想开箱看一下。多啰嗦一句，今年我们频道的新年目标就是 B 站突破50万订阅粉丝，没关注的小伙伴记得点一波关注，记得3连一下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感谢。不客观真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2019新年换新机，小白有品商城新增笔记本分区，新增系统回收，全网高价，买品质二手，卖高价回收，就来小白有品，赶紧扫码上车，小白有品只为价值买单。这两台机器呢都是前后脚发布，这个 P30 系列呢其实也是国行刚刚发布，在价格上呢跟之前预期的是差不太多，可能还稍贵了一点啊，尤其是这个8加256G 的一个 Pro 版本，当时我以为可能会在5700块钱左右，但是最后是5900多块钱。这台机器呢是我们从武汉的这个线下门店买的，那家店好像还是武汉最大的一家这个华为店啊。但是购买的时候呢，出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就是在结算的时候吧，好像是让大几十人在那儿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因为可能出了点问题。我觉得这种小事儿是吧？对于一家旗舰店来说是不应该犯的。配件上呢，因为之前我是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 P30 Pro 的一个全盒的版本啊，非常意外的是，它竟然附送了耳机。现在是随机附送耳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啊！这个耳机的整体的造型呢，和这个AirPods 呢是非常非常像的，然后它也是一个 Type-C 的接口一个耳机，然后数据线，然后充电器。充电器方面呢，这个 Pro 版本呢是40瓦的充电器，而这个 P30 呢它是22.5瓦的充电器，这个需要注意一下。这两台机器啊都有这个高配和低配的版本。P30 呢就是 P30 Pro 和这个 P30， 它们两个的严格情况呢给大家打出来，方便大家查看。这次呢这个 P30 它的屏幕供应商呢，全系啊还是 BOE 和 LG 两家供应商，跟之前那个 Mate 20 Pro 系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去年的这个主供应商呢是 LG， 所以说出了那个绿屏的事儿是吧？但是 P30 系列就长记性了，它的主供应商是京东方 BOE。屏幕方面呢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各个屏幕的参数啊，我们已经都测到这个我们的数据库里了。正面看着了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毕竟是6.4寸的一个大屏幕，所以说这个颗粒感上啊，你仔细看的话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它是1080p 的这个屏幕，没有上 2K 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呢，应该就是在续航方面的考量，它是4200毫安时电池，非常非常大了啊！我手上这台呢是这个天空之镜的版本，之前呢我还觉得这个颜色有点娘，但是我好像是看多了看熟了这种感觉，我觉得男生其实拿着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你肯定会带壳的，你带了壳之后什么也就看不出来了。在第一次的上手之中呢，我已经说了，这台机器是非常像三星的机器，真的非常像，就是拿在手里这种质感，两侧这种曲面屏的设计非常像三星的手机。另外在这个卡槽上呢，多说一句，它是可以插华为标准的这个 NM 卡的，就是华为推出了一个内存卡的标准，这个内存卡呢就是可以放到你的 Nano 小卡的卡槽里边当内存卡，这个是前后各一个卡槽，你可以单插一张卡拆个内存卡，也可以插2个 Nano 小卡，而且它是防水的，带这个防水胶圈，带上它官方附送这个壳子呢，整机的这个单手的操作感呢，我觉得也还行，因为它这个壳可能是稍微比较薄啊，这是一个清水套。整体的这个质感上呢，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如果要是买这个颜色啊，这个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个透明的壳，这个颜色真的还是非常漂亮的。关于 P30 Pro 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听筒的声音了。因为这个 P30 Pro 呢，它是屏下的听筒，在之前的体验之中呢，因为都是体验机，从来没有详细的听过这个声音，我是试过，但是今天呢，我们用麦克风正式的给大家录一下 P30 Pro 的屏下听筒到底怎么样。欢迎致电中国电信号码版时通，查号及综合信息服务，请按1；付机票请按2；接血液请按3。欢迎致电中国电信号码版时通，查号及综合信息服务，请按1；订机票
实验2。实际效果你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方面啊，质感方面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这样打电话的话，这个音大概是可以漏到这里的，它有漏音的这个情况。要比之前的那个什么小米 Mix 1代啊要好很多。但是漏音情况还是有的，因为它毕竟是屏下的。如果很在意的话，线下去看一下。OK， P30 Pro 的所有实拍样张和数据呢，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里边，你都可以查看，包括帧率方面，它的深度测评呢，我们已经正在路上了，什么发热续航全都有啊，在我们的微信数据库直接查看，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OK， 下一个就是 OPPO Reno， 这台机器呢，目前开售的它只有这个标准版啊，这次的这个标准版啊，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好像是。最明显的是吧，一个710的处理器，一个855的处理器，但是其实这次的这个标准版和它这个10倍潜望的855版本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把差别给大家打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 P30 和 P30 Pro 啊，感觉真的是一个高配一个低配，但是这个好像像2台手机了。盒子方面呢非常特别，它是这个21:9的一个比例，这个有点像一个烟盒那种感觉，那一条烟的那种感觉。下面是 OPPO， 然后手机拿出来，还是一个保护壳，也是附送了耳机。哎呦，今天咱们开这2台手机都有耳机，很难得啊。这耳机呢非常有特点啊，因为绿色呢是这个 OPPO 的主题色，而且它这次呢也是改了这个 logo， 这个 logo 呢是立起来了，之前呢是有点那种压扁的感觉。它这个耳机的这个金属网上啊，竟然是绿色的，这个小设计我非常喜欢，就是契合它主题的那种感觉。数据线、充电头，这个充电头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苹果有专利啊，就是能不能给放的可以倒下的那种，可以搬上来，这样也太占地方了。在发布会上呢，虽然他说了握个闪充3.0，但是他并没有说瓦数啊。我们拿到的这个标准版的这个瓦数呢是20瓦的，这个是标准版的20瓦充电头。OK， 这台 Reno 我们已经是设置完毕。这个标准版呢，我手里拿到的这台是雾海绿，也就是一个蓝绿色吧，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绿，就有点偏蓝的那种感觉。整个这个设计 ID 上呢，其实和这个高配版呢是外观上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在镜头上少了一个。高配版呢，它这里是有一个潜望式的镜头的，这个是没有的。另外，这次它发布的亮点就是这个机械结构上也是一样的。哎，我这刚才怎么好像卡了一下？没问题了。可能是它第一次打开，稍微有点羞涩，下面打开就没有问题了。至于为什么采用这种散式的啊，我也不知道官方叫什么名字啊，打火机、狗头铡还是散式的这种升降结构也不太明白，可能是想跟这个 vivo 这边做一个区分吧。但是呢，它这个结构呢还是挺好玩的，挺有这种科技感的，就看起来。另外呢，这台机器啊，就是之前呢现场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它有非常多设计的细节，就比如说它是有一条细线的，在这个边缘上有细线。上一台手机哪个手机上？对，它这个边框上是有一条细线的，但不是红线，也不是金线啊，它真的是设计了一条细线。这个是一个小的设计点。另外，在这个正面颜值上呢，虽然说它也是3边不等宽，但基本上这个额头和两侧呢是一样的这个宽度。下巴呢已经是收的非常非常窄了啊。这个下巴有多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正面颜值啊，比这个 P30 Pro 的下巴还要窄一些。如果 P30 Pro 不是这种曲面屏的设计，这个正面颜值上肯定更加明显。这个 Reno 要更高一些。另外呢，还有就是在3.5的耳机孔上，高配版呢是没有3.5的耳机孔的，而这个710版本它是有3.5的耳机孔的，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还有就是它这次的这个主题绿色呢也是无处不在，它这电源键里面也有一个绿色的线，包括它后边这个防止摩擦镜头的这个小圆珠旁边也有一条这个绿色的线啊，无处不在的这种 OPPO 绿。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它会防止摩擦镜头。之前在上手中呢，我跟大家说过，这个高配版的那个镜头模组是非常非常贵的。之前呢有个爆料，就是华为的这一套潜望式的模组，它的成本呢高达将近400块钱，370多块钱。另外一种呢说可能会超过500块钱，这个要比 iPhone XS Max 的那个镜头模组还要贵上17%吧，将近20%，反正非常非常贵。另外，这个 P30 Pro 的整个这个潜望模组这个变焦跟这个高配版的 Reno 的变焦相比，哪个素质更好啊？虽然说我手上这台是标准版，但是之前我已经是非常详细的体验过它的这个85版本了，基本上是
差不多的。这个后期呢，我们有这个高配版本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对比。目前的这个技术呢都在初代，而且他们都支持 OS 的光学防抖，技术上已经很好，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另外呢，刚才我也发现一个小点，就是这个 P30 Pro 啊，跟这个 S10 Plus 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这感觉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屏下指纹识别的这个地方有点靠下，在这里。如果正常的话，我应该在哪里呢？我正常握持手机啊，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正好和 S10 Plus 那个差不多。难道是他们两个大厂有什么是吧前瞻的设计，或者说前瞻的人体工学考虑吗？但是我怎么着也不会按到这么下呀，就在这里，但是它这个模组正好在下边，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或者说是它考虑到你是双手操作吗？P30 Pro 的这个是横向的震动马达，这个 Reno 的这个高配版啊，那个震动马达真的也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比 P30 Pro 这个还要好，但是那个仅限于高配版，这个普通版本就是普通的震动马达，这个不是横向的。OK，P30 Pro 的所有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里边，如果你来不及等我们的长测视频，直接去我们的微信数据库查看数据。OPPO Reno 的数据我们也后续正在陆续更新到数据库。OK， 这期的一个简单开箱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之一提问，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还有我们的数据库、商城，全部都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扫码关注，3天不留退货，180天保修。还有就是我们也开启了系统回收功能。OK， 不客观正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记得3连本视频，感谢，拜拜。